哎，你们想看俺家俩孩子直播卖爹吗？商业街。刚才我带人家一家人去找我一个朋友，然后我那个朋友他正好在直播带货，我们全家就在他直播的现场等了他1个多小时，就看他直播。结果出来之后，达跟我说，这活我也能干。我说你拉倒吧，直播带货这个事儿，人家是需要有专业的团队、流程、话术的。大胖媳妇出来了，说我们观察了他们1个小时，基本套路我们都已经掌握了。就现在我就能带着孩子模拟一场直播。达和张家铁都跃跃欲试。我说那你们卖啥呀？我想看看。俩孩子看了一圈，说卖他爸。我说来吧，我很好奇，我看直播带货你们到底看懂了几分？但是家人们啊，我补充一句，这纯是一个孩子们的小剧场，就是模拟演绎直播。孩子们不能直播，我也不卖大胖媳妇。首先不得不说，分工和任务都非常准确。达让张家铁给他当助播，煽动情绪。张家铁说啥意思？达说就是重复我说的话的最后几个字。家人们，今天我们就买一个产品啊，就买一个。它原产地在北美，现在在中国很受欢迎。受欢迎。3、2、1，商业街。家人们听我说，它特别能吃，有了它，你家里不怕剩饭，不怕剩饭。有了它，吃不完的饭菜不要扔，不好吃的零食不要丢，别扔，长毛的水果不要倒。长多少毛？感谢张彩玲送来的保时捷，爽！感谢张彩玲送来的时尚机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家人们支持。这么多礼物啊，还有这吗？不是咱自己刷的，自己刷。刷礼物摆赠品都拿捏得非常到位。当然了，大胖媳妇一直在旁边指导，她居然还知道告诉孩子，摆赠品的时候不能一下子交代老底儿，必须一个一个加，问观众够不够，这才能营造悬念，烘托氛围。那我们的产品一天到底能为你消灭多少食物呢？正常的一天就是这些，对不对？在这个直播间，我再给你加几个汉堡，5个，对不对？够吗？不够，再来，够吗？不够，3个字。今天在这个直播间，家人们听好了，我还送上3个烤冷面，不要炸烤炸，双档。当然，张大铁当助播也有重复失误的时候。还有什么呢？还要加可成长大。别说话，说话。你觉得够了吗？他还能吃。注意了，家人们，1个奶茶，2个奶茶，够了吗？够了吧？你说不够？不够，来，3杯奶茶。No。放在这，1、2、3。我认为啊，他们的观察非常精准，非常聪明。我有时候看着孩子随机应变的机灵劲儿，不服不行。都说0到3岁前的1000天是成长关键期，俺拿铁喝上飞鹤星飞帆卓瑞，营养上那真是没话说。而且飞鹤作为连续5年销量 No.1 的行业老大哥，就俩字儿靠谱。家人们这么能吃的了，在别的直播间最起码得卖499，今天给家人们打折也得299。在这个直播间，我们跳了网、甩母曼、归来，只有99.9米。除此之外，家人们还有。在别的直播间这么能吃的，只给你100斤，100花了，但是我拿起来100花了。可能有的人会给你200斤，但是家人们，我给你这个数，如果还是不满意，我再送张彩玲抖音号。不让送。我的婆婆温迪和我小姑子们呢，今天回加拿大，达舍不得奶奶哭了一早。但是拿铁呢，理论上也明白离别应该是伤感的，就是老控制不住笑，就连分别的拥抱都十分潦草。张拿铁和他的奶奶呀，就是所有的事儿都不和。从张拿铁拿着热水以一己之力劝加拿大人喝热水，被无情拒绝，这梁子就结下了。之后这些天，温迪在公共厕所给拿铁冲了一个凉水澡，丢了张拿铁的户口。在拿铁大米饭就菜汤吃杠香的时候，说自己吃不惯，要去吃薯条。我说请你们都杀多吧。还天天狂欢，熬张大铁不让他睡觉。在广西旅游，因为餐厅外边9点有个篝火晚会，温迪吃完饭也不走，就要等晚会。拿铁爱吃鸡爪子，想让他奶给他掰下来。温迪看到一整只鸡挂在那儿，一直给他转走，说那个鸡瞪他。然后我看着饭店有民族特色的高山流水敬酒环节，我问温迪你喝点不？他说不喝。我说喝酒的环节是团餐包的，你已经花钱了。于是温迪，在场所有人都得喝。
逛完一圈问我拿铁稍微早点哈，我说他刚戒。旁边那桌以为这景区卖酒，这老外是这儿的托呢，是这儿的托。第二天漓江竹筏，人家说拿铁太小，怕危险不能坐。温迪跟船夫说可以拿绑船的绳子把拿铁绑到小板凳上，被拒绝。我以为张拿铁不能上船得哭呢，结果张拿铁在岸上站着，看着奶奶飘走了，跟我说奶奶飘走了。我说是，唰唰唰飘走了。他露出了一丝欣慰。结果45分钟他奶又飘回来了。拿铁之后一天都在问我怎么又飘回来了呢？让他再刷刷刷。临走头一天，温迪又嗨了，拉着所有人一起跳舞。深夜11点，张拿铁的状态就是老头较少，睡不着，但是又没劲儿，一个人坐一边，斜着眼睛瞪温迪。小点声，拿铁你跳不？我不开心。姥姥说，奶奶没大姓，奶奶没大姓。现在温迪走了，对张拿铁来说算是一种解脱。早晨从机场出来，拿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喝点粥。我说行，这一点自己爱吃的都能满足。肯德基亲子全餐品种多样，新上的潮汕风味牛肉粥，牛丸 QQ 弹弹，素菜包是松月楼联名，一口见馅。中式早餐适合拿铁的中国宝宝味。你不是爱喝粥吗？肯德基让你在文化冲击下坚守自己。张拿铁的生活跟他的姥爷一起，终于恢复到了退休老干部的闲云野鹤。泡个小鱼，不是小鱼，没钓着鱼。对，是啊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哎，奶奶邀请我们冬天去加拿大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俺家拿铁生病了，发烧了。你发烧了？哎呀妈，孩子发烧给我愁坏了，因为我家所有人的退烧方式都不一样。比如我老公直接把拿铁放冰水里，退烧求解冰镇拿铁。孩子刚发烧的时候，我老公说睡觉，我爸说挂号，我老公说喝水，我爸说吃药。我老公就很不理解，说就是一个小发烧吗？为什么要去医院呢？我爸说你看拿铁，那现在可能是没大事儿，那万一呢？我老公说万一是谁呀？万一拿铁没事得了呗，我管万一干什么？最后还是犟不过我爸，去了医院。但是呢，俺家拿铁是个黑户，咋回事呢？就当时他出生的时候，他爸不在，我单方面给他办这种身份证明呢，就很费劲，我就没办。所以一到医院呢，查无此人。人家问患者姓名，我爸说拿铁。人家问啥拿铁？我爸说张拿铁，应该是。然后医生说你没有身份，你也得有出生证明。我爸说我有，然后就拿出了一个大包，大包里边有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。咱父母是不是都有这个习惯？就你告诉他哪个文件很重要，他把相关所有的票据都留下，他也不读。出生证明就一张纸，我爸拿出来一沓，我说爸，这有这么厚呢？人要拿铁出生证明，你把小区的都带来了。我爸一打开，有我的产后开奶指南、产后护理小贴士、月嫂育儿嫂推荐、医院早餐外卖菜单。我老公说爸，你来贴小广告来了，这玩意儿也没用，你咋不扔呢？我爸说那万一呢？我老公说这万一到底是谁呀？万一呀，怎么哪哪都有他呢？最后检查没啥事儿，开了退烧药回家了。结果回家冲突加剧，拿铁的烧都快退了，我家白热化了。我爸给孩子盖被，我老公看着就把被掀了。我爸一直关窗户，我老公一直开了。我爸关了他开开，我爸关了他开开。他俩之间窗户的开关就象征着中西方降温文化的壁垒。Just 壁垒。在奥达回家，听说拿铁发烧了，直接去拿冰水。我说不喝冰水，他直接拿出了冰激凌。我说你可别让你姥爷看着你给弟弟冰激凌，直接给你撇出去了。在奥达说把我冰激凌撇出去。我说把你撇出去。我说妈妈给弟弟弄药，你陪他待一会儿。放心吧，等我再回来。在奥达把拿铁衣服给扒了。我说你跟谁学的？他说你不在这2年，我要是发烧了，我奶就这么给我物理降温呢。我给我婆婆打电话，我婆婆说那脱光了吃冰激凌不行，你还得用电风扇吹它。你还别不信，当时在奥达发烧我就这么整，很快就不哭了。我说是让你冻死了吧？我婆婆虽然虎，但是她远虎害不了近铁，防不胜防的是我老公。让爸爸睡觉好吗？水整好了。好。这凉的呢，拔凉，拔凉。它是散热。你有毛病吗？拔凉的水。这是不对呀。说啥都不好使了，这爷俩就高低要冰镇拿铁。哎呦我的妈！得放冰块。我爸批评大胖媳妇，你们就老说你们对，一有病就冰镇，一有病就冰镇。你看挺大加拿大让你镇的还剩几个人，剩下那几个也像你似的，从小被镇的傻了吧唧的。我坚决不会让拿铁像你似的。我老公说，那万一呢？